people always ask me, I can't believe it's here. I think one of the greatest things about it is people really don't know it's here until you bring them out here.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they go through the gates and they see this jewel of the community. There is an HOA in here in CC&Rs, so you will not see a real modern house with a flat roof. That's why every house you'll see has a pitched roof, which gives it some uniformity in what the architecture style looks like, but people like it here. It's a rustic vibe and a rustic style, and that's what makes it unique to this area. 回到 Hidden Hills， 也是我们很久没来的地方了啊。是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来起来难度来讲，对于我们来讲，车程啊，包括安排事情比较麻烦，因为这个 city 和这个社区太私密了。的确，对，动不动然后隔壁邻居可能就是什么大佬，人家就有隐私的要求，人 security 差车就停在旁边，对我们都会有影响。但是很多经纪人呢，希望让大家外面的人呢，就很多就是不是在这附近人对这个社区有一更深刻的了解。今天我们从别的层面呢，给大家更多的解读，为什么很多人依然选择 Hidden Hills。确实，洛杉矶那边会比这边凉快一点，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在这边买房子？那今天这种房子已经可以看到了，身后啊，哎，这一片都是他们家，都是他的。咱们车道上来的时候，开始这哎，车库正门在那儿吗？是不是一度这么觉得？是不是？结果不是，这是它主要的一个展示车的一个地下的，也不能算地下了，一个主要的一个藏车空间，能停10个车，对不对？从这边可以去侧院维护泳池的人从这边走的，严格来讲，对不对？旁边咱们现在看这条路呢，和咱们平时之前看的 Hidden Hills 很多路不一样。其实从那个路口啊上来，你看这边树啊，整个的枝荫，这个阴凉的这条道上面，实际上这都是 private street 了。就是属于这里边5家，哎，这几家的，对，都是他们这几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大人物会选择他们家房子在装修的时候选择在这边租房子的原因。而且这不是柏油路啊，这砖头啊，哎，这是正经的，人家做园林的好吗？我去，从这边上来可以看到整个房屋的前貌呢，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镜头，你不是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或无人机是看不出来的。实际上它还是比较偏现在 Hidden Hills 大家比较喜欢的房子，偏 American Farmhouse 或者 Contemporary 结合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周围的安静、隐私、绿化，那肯定是毋庸置疑啊，非常的好。那往上面走2步过来呢，这边就是正门了。那如果你要是开汽车，除了下面有一个藏车的空间啊，这边还有一条道，从前面一个口转过去，那有一个标准的2车库，室内的，就可能日常或者是小孩住在那边房间的人用那2个车，主卧可能用自己下面的车库了。是，往这边2个台阶过来以后呢，有一组楼梯上来就能看到它正门的空间了。可以看到正门也是比较典型啊，那种大的石块，地面的砖块做了铺设，小的这种 step 下面的这些小的氛围灯也全部都给齐了。从这边过去呢，实际上那边车开上来还有一个像马厩一样的，就是以前 Hidden Hills 都养马嘛，所以它老的一些房子新盖都会保留一个马厩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工具间了。然后再往那边还有一个小球场 ，pickleball 和简单的小篮球场，就可能是以前马跑的那个地方，它改成它了啊，对不对？然后来这边到正门了，非常典型啊 ，Hidden Hills 的房子嘛，那是外观来讲没什么太大的不同，但室内还是蛮不一样的，跟我们进来看一看。来，抵达室内，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房屋的室内的一些情况。这个装修风格其实也是现在的北美或者说洛杉矶的主流的审美风格了，就原木风、大地系的这个颜色。一进来，其实左右各有空间啊。这边是个餐厅，一会儿绕着详细说。先跟我们过来呢，首先呢是这边有一个办公室或者是接待访客的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空间，你把它叫简单的书房都过分了啊。因为它等于是结合了一个进来会客的厅和一个办公室的需求，我觉得挺适合这边人的，因为这边人有什么事都想招家里来谈，私密好，而且在主门旁边。就咱说，可能洛杉矶，你就是把那边那几个洛杉矶好的城市都算上，可能这是社区来讲安全最好的城市或者社区了，没有之一，对不对？可以看到后面啊，也是这种 Vanka 的 Travertine 的石板。Fireplace 所有的这些橱柜后面也都是做了 LED 的灯了，前面的采光，哎，后面比较特别啊，全部都是用这种大的落地的法式玻璃门、玻璃窗做了一个分割，这样让走道啊太长了嘛，从这个方向也能借一些光进去。这个地儿你招待个客人，你还是挺有面的，是不是？对，
或者你要不喜欢，你自己家没有这个需求，你改嘛，改成什么都可以，反正空间给到你了嘛。可以看到正对着餐厅，一会儿我们绕过去再说。先给我们镜头往这边走。过来呢，其实这个地方现在应该算属于房子的正中间的位置了。可以看到这些自然光呢，是因为它这边有一个挑高和它后面有一个挑高，中间是2楼的走道的部分，3盏不同的这个一样设计的这个挂灯啊，也是从楼顶直接挂下来的，还挺漂亮，是很流行，是不是？赵是很喜欢这种灯现在。对，左、右各有2个空间，左边是活动区，右边是主要能叫休息区吗？很多 bedroom 都在这边。哎，主要 bedroom 是在那，包括楼上也是嘛。那这边是有一个 powder room， 然后再过来这边呢是它的一个电影院。电影院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挺少见的，没想到就离正门这么近，喂，直接过来一转过来就能先看到电影院了。一看到电影院氛围、颜色的搭配，包括它 staging 的选择，就给大家觉得都非常的收敛，也是现在这边主流的审美的大家一个默许吧。觉得这样确实很舒服，也住得进来，你也比较有画面感，人能住得进来。因为很多咱们开箱的房子，你知道，大家其实是一个半完成的状态，很多个性化的东西你进来以后自己在加的嘛。是。但是这个电影院来讲，空间是绝对没问题了，包括这边小的 candy bar 也给你了嘛，隔音做的也是 OK 的。我们继续往外面走，回到走廊继续往前走，你可以看到它1楼的层高，这是将近11尺的层高了，非常的好。那过道走廊的宽度也是不错。这边是一个套间，空间它每一个卧室的空间尺寸其实都不错的，有自己的卫生间、自己的衣帽间。装修呢中规中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往这边走，有些功能的区域跟大家介绍。首先洗衣房，全屋就这一个洗衣房在这边，空间来讲也是够的。那身后这边呢是等于相当于一个 mug room， 就进来可以直接在这边换鞋的地方。然后旁边呢是一个门，就是它从另一边尽头开上去那个双车库的门是在这边。然后这边是它另外一个卧室。OK。可以看到是院对的后院的地方，包括它的卫生间的装修也都是统一的标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镜头继续往回走，回到中间的区域，我们看它主走道的另外一侧。其实这个楼梯它的主楼梯是挺漂亮的，但是它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这房屋也是2个楼梯，主楼梯这边其实看的是 hillside， 房子占地是不小的，2个多英亩的占地呢。那这边是电梯的空间，那我们转过来，我右手边。也就是一进门的右手边，就是它的正餐厅了。这个位置为什么合理啊？首先就是宾客啊来这边啊，放的也是比较房屋适中的地方 ，OK 的。另外斜对面那边就是厨房了，就隔一个走道，做 catering 很方便。哎，没错，包括招待客人自己家使用都不错。包括这个环形的灯啊，也是老演员了，很多地方咱们也都见过。就是大家的主流审美现在都是这个标准嘛。是非常漂亮的一个10人长餐桌，你两边再加2把椅子，12个人一坐，一点问题没有。后面的空间也都很够，房屋通屋刷的都是 plaster，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本身墙面的质感就很好，不太需要挂太多的东西了。对，我们往这边走过来，从这边门其实直接可以去厨房了，包括它的 pantry 这些空间。但是为了大家能更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厨房呢，我们从这边绕过去，从另一边走。这边是第2组楼梯。往上其实是离主卧室更近的地方，那个楼梯是在整个2楼靠中间的位置。往下是它这个房屋的地下活动空间，以及它地下的收藏车车库的位置。OK， 哎，还是值得有一些小惊喜的，对不对？是。我们再过来看1A 空间豁然开朗了，先跟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来。转过来，大家镜头里现在看到呢，等于是它的酒吧或者服务吧台的位置，这个挺有意思的。厨房就在那边。等于说隔出来一个区域专门做 entertaining。你看这个大小，我站着这个比例，对不对？你就感觉一般家厨房不也就这么大吗？灶台。对。就是你看那个更夸张。对。非常漂亮的石料，包括嵌入式的这个 sink 里面的这些小的酒柜，以及后面这个藏酒的空间都有。哎，整体来讲就挺漂亮，大大方方展示出来，没有任何问题，也是恒温的嘛。这边是看你的前院，这个房子咱就不提隐私事儿了啊，本身就已经在这个 city 里面了，就。你有什么隐私？就很多不是我说的啊，就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这个 Hidden Hills， 就是你可以在比华利有一个房子，但你一定要在 Hidden Hills 有一个房子。这像一个 safe 一样。哎，就是你什么值钱都往这儿放。你知道之前传奇大火对这一点事儿没有影响，其实严格来讲几乎已经快要到受灾区了。
但是 CT 的重视程度和它的维护程度是哪儿都比不了的。这个 CT 直接把整个 CT shut down，哎，不能进不能出，不能进，不能进，对，就只有 residence 可以出。对，哎，真的是保护非常好。就如果你真的有需要这方面的话，这绝对是不二的选择了。是，可以看到这边是另外一个小的坐的区域，分开坐的区域嘛。那除了主客厅以外，这边也有不同的空间可以给大家来使用。往这边再走，哎，比较大的一个会客区或者家庭区的一个坐的空间，就完整的展示在你的面前了。可以看到非常漂亮啊，搭配的这些沙发的颜色也都比较克制。很漂亮的 limestone 的石板，后面这个 fireplace 挂了一个电视，在这边把房屋的基本讯息给到大家。房屋2450万美金，6个卧室，10个卫生间，室内面积14198平方英尺，占地2个英亩多一点点。那主要其实是 hillside， 其实它平地上给你的也不少了。OK， 但是这个 hillside 就导致后面没人能看到你，哈哈，是不是？是。空间很好，层高不错，可以看到全部都是 pocket door， 全部收到墙内，那边就是室外的空间了。哎，它这个房屋室外空间挺有意思。咱们传统的房子你知道吗？室外空间咱们不都是房屋的后面嘛，要么就前面嘛。对，它是两头。它是个长方形的房子。哎，因为它是个长条的 lot， 就是泳池放在这头了吧，篮球场在那头。哎，镜头转过来，哎，这个就漂亮了，跟旁边的那个小酒吧一比，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这个吧台的尺寸，真的是太夸张了，是不是？3个 California King 的 size， 直接往上一躺，这上面平着能滚好几个人都可以的。这建商在这边盖了好几个房子，这个胡同里好几个房子也是，包括卡姐他们现在租的，卡姐他们租的那个房子也是他们的嘛，对不对？还是挺能住得进来的，严格来讲，2000多万让我们觉得也能住得进来。来，一点一点跟大家介绍 ，Breakfast Nook 早餐厅的空间特别伸出去的一边有一个3面的采光的感觉，很优雅的一个大灯泡的灯往这一照，跟那边的是一组，是不是？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桌子是不是斜着的？是有个乒乓球上面滚一下，好不好？哎，是我总是觉得一边高一边低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故意的，不知道啊，可能就设计就是这样的。我们再往这边走，其实坐在这儿吃个早饭，日常啊，足够了。或者其实你看咱中午不就在吧台上就吃了吗？很舒服啊，对不对？那岛台呢也没闲着啊，就不是空间光给到你了。你看 Sub-Zero 的小的长久冰箱，然后这边是它的洗碗机、橱柜也都做了双层的收纳，然后那边 Microwave 全部都给齐了，都是 Wolf 的。你再往这边走，这是它第2个岛台，它主岛台用的是黑色的痛。那这边就是浅色了，它是马哈的石板，直接一放，也是有窗户的，就是洗碗槽一定得要对一个窗户。往这边来，所有的石板啊这些，哎，每一层的隔断下面都是做 LED 的灯光的，棒！整个包裹的石头里面是一个完整的抽风系统，下面一个60寸的 Wolf cooktop 也都给到你的，下面有烤箱功能。这房子有多少烤箱啊？你不算这上面这还俩，6个、7个。这真的是他们这边的风格，对不对？对。再往过来，这是一个小的准备区，后面是它的 pantry 储物的空间，就没有。你要硬挑毛病啊，咱要开始挑毛病了。没有高人厨房和第2厨房。是硬挑毛病。哎，用不着，总共就6个卧室啊，你搞啥呀，对不对？而且这么大的厨房，你就算请厨师过来做 catering， 忙得过来了。对，耍得开了。那就是你看这边几个小高把椅往这一坐，日常的餐饮在这边全都解决了，因为坐在这儿。往这一看，眼前的画面还是很僻静的。这个椅子真的很高啊！都会顶到这儿呢。啊，墙、冰箱、酒柜、冻箱，全部都是 Sub-Zero 北美的标配了，对不对？对。主要不为别的，你知道吗？万一出点问题，你好修。你弄个欧洲的牌子，到时候是有点麻烦啊。而且本身 Sub-Zero 也不差嘛，那 Wolf 的这边的烤箱全都给齐了。但是这个我还真是挺少见 Wolf 的咖啡机的，它一套没办法，一般 Boss 都看的是比较多的。是，然后这边储物的空间也都给齐了。哎，转回来，你看整个的活动空间，它的互动和它整个1楼的这个 floor plan 的流动做的还是蛮不错的。我们去看一下它后院。从它的客厅出来呢，就到了它外面的这个大的 California Room 下面了。它实际上是包了一圈啊，你看。钥匙从那边就一直到客房的外面，实际上都有的。我天，这么一整圈包过来的，所以你
像咱这个时候，就加州最热的时候，你要怕晒，不想坐太阳底下，对不对？你坐在这儿，加州天气好是好在哪儿？就是你别管再热啊，跟德州最大不同，你在阴凉下面是凉快的，风是凉的。德州阴凉下面照样是热风吹你，的确是，对不对？两个地儿跑过的人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啊。空间很好，这边大量草坪的区域留给你了，如果你想盖点什么别的东西都可以，而且是真草，外面的区域。但是这边的 inlayer 就是石板之间啊，就是假的，假的，这个 make sense 嘛，对不对？你要考虑到日常实践打理的情况嘛。往这边走过来，整个上面大山坡啊，全你们家，上面没有房子，没人看到你，隐私根本不用担心。那边是一个户外的 barbecue 烤台，还有一个小的 pizza oven， 你有看到吗？赵老师，把人给塞到角落了。那喜欢做饭的人想把它搞夸张一点呢，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随便。你再往这边走，其实我们镜头稍微转一点，就刚才说的那个 pickleball 球场和篮球场，其实就在这个尽头啊。对，房屋的尽头，从这边可以直接走过去。这个 lot 真的很长。哎，你就看从这儿到这儿多远，对不对？这有多远？这比足球场跑一圈有半个足球场600米，有半个足球场大了。对呀，对不对？我们再往这边来，泳池简简单单一个长方形的泳池，热泡池、巴哈 shelf 全部给到你了，非常工整，简单的植被一围。因为这是个2026年刚盖好的房子，很多东西还没有那么完善，但是已经呈现出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了。我们现在整个1层和大家分享完了，跟我们先看一下地下，地下有什么惊喜在等我们。What also is really unique to Hidden Hills is it's equestrian. So a lot of these houses that you see here have stables. And if you don't have a stable, you actually can put one in by code and have a riding rink as well. So it's not uncommon to see horses and their rider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just like they were driving in a car. They were walking next to the car,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minding their own business, which is quite unique. In back of these houses, in the backyard, are riding areas, which are riding trails. These riding trails are in the back of these houses are only for horses and people to walk on. That's it. 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地下的空间。楼梯下来啊，先跟着我们来身后这边。这个就至少这边的住户对这个是有需求的。哎，赵老师跟着我进来。你能停10辆车？我的天，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就那个小门、小车库门，从这边进来，这是典型的嘴小瓤儿大，对不对？你一进来，当然你不光是车了，你想搞个什么小的功能厅啊、游戏间啊，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你的想象空间是给到你的，看你怎么用。很像那个中国神秘富豪买的那个豪宅的车库。啊，对，颜色不一样啊，颜色不一样，对不对？那家颜色是偏深嘛，那家比这稍微大一点。哎，但那个色系、那个风格在这边是卖不了的。对，挺不错的，因为这边很多人长车嘛，正常来讲有个4、5辆的车很正常，很正常。是。那往这边，那外面呢，这等于是一个小的楼下的一个活动中间啊，游戏厅啊，或者小的。出 table 打球啊，抽个烟啊，聊个天啊，那边简单的酒吧，你这边往这欠一什么呢？欠一转盘，往这一放，对不对？弄个好车在这转，倒腾起来也方便。想看我们之前视频的朋友，请点左下角。哎，对，我们把链接给大家，跟那个房子做个对比啊，极致的反差呀。那个就深的不能再深了吧，颜色，这个就浅的是够可以了。这就可以看出来。地理位置的地方，那个就是非常开放，鸟街嘛，对吧？哎，对，你在那边是 OK 的，这边是 Hidden Hills， 哎，就不一样了，就不是一样的 security， 就大家追求的不一样，就包括 listing agent 在这里感谢一下 May 还有 Blair 给我们这个机会分享这个房子，他们2个也是非常优秀的这边的 listing agent，May 就住这社区嘛 ，OK， 对不对？住在这儿卖这儿的房子，好方便，好方便。我说就够了，他说我就卖这儿的房子，我说你就卖这儿的房子，你还不够吗？你还想卖哪儿的呀？对吧？我也想，是，那边是电梯，从电梯可以直接下来，包括上面主卧室的空间都在这条动线上面。转过来2个开门过来 ，Hidden Hills 都是有这种半地下的空间。那其实它这边属于它一个健身房，自然光直接顺着这边可以打下来，所以整体来讲不太会觉得是个地下的空间，对不对？转过来，小的运动完的这些毛巾啊、吧台啊、收的空间都有。再往这边，我身后呢就是它的一个
桑拿理疗中心了，就是干蒸的桑拿，对不对？包括这边湿蒸分开的，分得明明白白的，包括里面的2个shower的空间、卫生间的空间全都给你分好了。OK， 正对着一个洗手台。所以说那算是一个 bathroom 还是2个 bathroom？一个是淋浴。OK， 我觉得这整个算一个吧。我也是这样想，应该是这么算的，对不对？那么整个1楼和大家分享完了，我们上去看一下它的主卧室的那一层。The uniqueness about Hidden Hills is it's its own community here. It's 688 houses. It's completely walled and gated. You have 3 controlled access gates. It ha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low-key security, meaning that you don't see the security guards driving aroun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uniforms and they don't have cars that are identifiable. But that's the greatest thing about it. People come in here and they feel safe. 上到2楼和大家来分享它主要的主卧室这一层。主卧室其实那一半空间都是主卧室。我们先来镜头看这边次卧的空间，你看到它中间的过道是挺大的啊，两边这2组灯也能看到，包括整体的采光。就这边的房子整体来讲，风格就是以采光为主，不会觉得哪个角落比较阴暗，还没见过。甚至深色调的房子在这边我都没见过，是不是？是。印象中咱看过不少 Hidden Hills 的房子了。没见过什么深的。对，首先一个次卧，楼上的这些次卧和楼下还有点区别的，更大了，是大一点哈，对不对？它整体的空间比楼下更好，你这边可能就是自己家里人、孩子去使用的。整个的走廊的宽度呢也是够用的，简简单单。往尽头这边过来呢，左手边有一个套间，自己的卫生间、衣帽间都有。卧室内的尺寸也不错，看的是 Hillside 和篮球场那边。那老规矩，选一个卧室，我们进来吧。这还是比较小的一个了，整个它自己的卫生间实料呢也用的是不错的。那衣帽间呢就在门的后面。那么这边呢可以看到整个卧室的尺寸空间也是足够使用的。那看的是房屋的正面。那我们现在绕回去看一下它主卧室的空间。回到中间的位置，我们直接穿过来就是它主卧室自己的一个整个区域了。电梯是在这边上2楼的空间，那两边的墙面嘛，因为之前说了都是 plaster 嘛，你简单挂一幅画呀，这种小的艺术灯一打，其实氛围就有了，就有点那种小画廊的感觉。对，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这是它2楼的楼梯，就是辅楼梯的那边。OK，下去呢是它自己的那个地下。从这边上来，你可以直接到主卧，就这个楼梯离主卧更近。就唯一到地下室的楼梯就是这儿了。哎，没错，还有电梯嘛，除电梯以外，那这边一个小的配备座进来以后就是主卧室了。主卧室自己前面，哎，有一个小的水吧吧，算是好吗？里面小的冰箱也都是有的，抽屉、橱柜也都打好了。哎，一转过来，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一进来主卧室这个画面，尤其是这边这个，这才叫正经的大的 picture window， 跟电影的那个 screen 一样。这不是16:9，这17:9了，17:9，对不对？对，超大横幅啊，你可以看到远处啊，包括山景啊，都挺不错的。整体来讲，你也不用担心隐私，因为那边也没几个人家。IMAX 更大，对不对？上面可以看到是尖尖顶的设计了，然后呢，也都是用木板做了铺设。正面呢强调隐私，用的是高窗，后面没人看得到你呢，就用了一个大的帕给拉门，可以收到两边的墙内有一个主卧室自己的阳台。这边也是用的 Vanca 的这种 Travertine 的石板做了一个整体的铺设 ，fireplace 也是这种裸露的，是焦油的那种。这个悬浮设计，下边再弄射灯，就很漂亮。哎，就整个的这一条强调出来，还挺不错。这主卧来讲，尺寸也不错。它大不是大在这儿的。你跟我们过来，教室镜头也看到了，你看这2个灯有点像船帆，有没有这个感觉？是啊，而且它是 DNA 螺旋，有一点，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材料啊？它 LED 灯是那么盘旋的上去的材料。人家有丝袜奶茶，你这叫什么丝袜床头灯？关键上面弄的金砖是不是？哎，2个板砖放在上面，开始我以为是木头呢，你知道吗？然后再往这边过来，这就是它的卫生间和衣帽间的空间了，等于是从你看那头进，然后所有东西在这边，它这个其实设计还挺好的，我觉得。可以。过来，首先就是这个衣帽间卫生间的空间了，完全够的一个 double vanity 的设计。这个 size 真的很够大呀。2个小鸭蛋盆一样这么放在这儿，聚宝盆一样，两边这个 vanity 也很漂亮。
小灯，这是教授很喜欢那个灯嘛，玻璃的嘛，很沉嘛。你再自己设计一下，然后弄一下自己的头像、雕像啥。哎，可以，你这是个买卖，是不是？对不对？这边还有一个全身镜，全身镜也是背后有这个 LED 光打亮的。可以看到这3面镜子也都是这样，也都是用大量的 travertine 的石料。往这边过来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freestanding 的浴缸，椭圆形的，这个尺寸还是该说不说可以的，非常棒。哎，就你泡进去都是轻轻松松的了，应该是属于。然后后面呢是一个连通的一个 shower 的空间，两边各有一组自己的花洒的同时啊，中间的上面还有一个头顶的 overhead 的一个花洒，讲究，还是挺不错的一个空间。从这边也是看到后院，那边也没有人家，你就算不拉帘子，也不可能有人看得到你嘛，是对不对？马桶空间除了这边有一个啊，那边还有一个，两个自动欢迎两个马桶，这边就是它的挺有意思的空间。这个门儿很好看，你知道吧？哎，我给你关上，你感觉。双开玻璃门，哎呦喂！哎，而且是双层的，对不对？就这边开完以后，那边还有一个。哎天呀！进来首先已经非常漂亮的空间了，很漂亮的石料台面，简单坐的区域，坐在那儿换鞋都可以。上面这个灯也做的富丽堂皇，这种 brass 黄铜的这个整体的质感颜色，给你的氛围感也是不错的。是。这边一个小的梳妆台，不能叫小了，镜子是不小了，对吧？2、3个人在这画都是可以的了。然后后面这个仪式感。哎，你说你要是没有个，你这里面低于2万块钱的包往里都不好意思放吧？2万只是入门款，这里都得放5万、10万往上的这种了。的确，里面再给你做个恒温系统，哇！或者你买来给它做成个暗门，都可以。你在前面再弄一个小档的，前面再弄个保安，直接可以开店了。来，所有中间岛台的抽屉也都给你准备好做好了。这边所有的衣柜里面挂这种大衣呀、这种 jacket 的地方全部都准备好，里面 LED 的灯也都打齐。而且你看往这边这啊，还有呢，还有这么深的一个空间啊！这吃多少的面积？我天！对呀、你说这个空间是哪儿吗？这个空间就是那个卫生间那个洗手台后面，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哇，全都给到你了，什么东西你放不下，鞋包、首饰、衣帽，什么都可以够你满足了。哎，问题来到你了，如果这个空间切出去，然后放到卧室里边，你更想怎么处理这个空间？你问我觉得放在卧室，但是你但凡问哪一个女性观众，我觉得他们会更要这个衣帽间的空间。那如果有我们频道女性观众不多啊，如果为数不多女性观众，给我们留个言，你们是想要这个空间更多的这样的衣帽间空间，还是说把主卧室睡觉的空间再变大，对不对？有兴趣大家在下面讨论一下。那么今天这个房子呢，我们整个白天部分给大家展示完了，因为这种房子呢，其实上到晚上啊，它稍微暗一点的时候，它灯光用了好多小的效果才能体现出来。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到这里就完整的结束了，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留下来看看夜景怎么样，拜拜。